那么中共发动围台军演呢，把台湾围起来啊，然后呢说要遏制台独勾连外部势力啊。那对台湾来讲这么小，你单独对抗老共是很不可能的，所以对台湾来讲，就希望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希望台湾问题一旦发生以后，日本啊、美国甚至国际都来声援台湾，这是台湾长久以来的策略就是这样。那老共最恨的就是你去跟外国搞在一起，什么勾结以美谋独啦，以日谋独啦，哦，所以他常常讲你们是勾连外国势力，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台独勾结外国势力，所以他要遏制台独。他这还讲说，我们不是针对台湾人民来演习啊，我们是针对台独哦。问题是子弹、飞弹是没有眼睛的啊，到时候谁是台独，谁不是台独哦，到时候真的这被打到，这个你也不知道是谁了啊。好，我们看这次的围台的军演。5个地方啊，1、2、3、4、5个地方啊。那另外呢，这个是这个海警的限航区都发出来，你少经过这里啊，因为我们可能实弹啊，到时候会打到你啊。那昨天晚上就已经宣布了，到金门跟到马祖飞机全部停飞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说他要展开劳共了环台的执法巡查，他来执法，这地方是我的，我来执法就来了啊。那另外呢，他封锁了基隆、台南、高雄、花莲4个港口，啊，基隆港、高雄港这主要的港口，台南有港，花莲港，那台中还有港哈，不过大概主要港口都被他封锁了。那另外呢，驻韩美军司令警告韩国，说呢，共军军演可能危机会瞬间爆发。像这次他昨天宣布，今天就演了，没有给你预警时间，所以要南韩要抵抗中国。那美国在南韩有3万美军，美国在日本有5万美军。3万、5万加起来跟台湾的这个战斗部队已经差不多了。台湾一共15万编制嘛，那战斗部队大概就是8万到10万啊。所以呢，美国在南韩而且在日本有非常多的基地，离台湾最近在冲绳啊。所以呢，说南韩你们老是想要跟大陆做生意，想要大陆的市场，你们怎么不一起呢？要共抗中国哦，驻韩美军要南韩出来共抗中国啊。那另外呢，日本专家说呢，这次的时间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展现对台湾周边的作战能力，让你们日本看看啊。那赖清德说，老共军演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啊，说我们台湾是军民一心，不受错假讯息的误导，你们放了很多这个错假讯息啊。那另外呢，总统泰说政府都有万全的准备，来封吧，我们不怕啊。那国军有一个叫勇虎 CM11号战车，开到一半冒白烟啊，冒白烟。老百姓吓坏了，以为被丢烟雾弹，最近看到烟雾弹都害怕。那个台北那个死了4个啊，然后那个伤了十几个，就先放烟雾弹，然后吸引警察注意啊。我们看一下。中共释出最新的影片，秀出福建地区远火部队执行火箭弹的发射。画面显示，远火部队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就投入准备，天亮后进入发射阵地，扬起发射架后朝天空射击火箭弹。而这些训练用的火箭弹，共军表示皆落海。虽然没有看到打击任何的标靶物体，但是共军宣称全部命中。而我国防部稍早也释出国防部长顾立雄和参谋总长明嘉树共同坐镇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并指出共军远火部队的落弹区散布在我24海里线周边，指出国军以联合兵火力系统严密追歼应处。顾立雄也指出，共军高度挑衅的冒进行为，不但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也对于往来的运输船只、贸易活动、飞行航线形成重大安全危害和干扰。而稍早海军署也针对共军远火部队在平潭射击 PCH-191火箭弹，说明具体的应处作为。海军署指出，会同国防部等国安单位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已经掌握中共陆续发射7枚火箭弹，分别是落在1号和2号禁航区，海上的人员船舶平安，没有任何事故发生。那嘉宇。这个可以说是赖清德上任以来第4次中国对台湾的一个军演。那这4次以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名称是越来越响亮。从早期的什么利剑 AB 啊，或者是什么海峡雷霆，到这一次正义使命。那影片呢也是越做越华丽照片等等，大家看那个什么正义之盾干嘛干，正义之锤什么都有。那确实啊，做得非常的华丽，但是边际效益是递减。刚刚柯志恩委员也讲，他在高雄的民众好像
也无感嘛。那昨天我跟几个长辈吃饭，他们这边一派轻松说啊，他们在消化预算呢，年底到了，时间到，那些子弹飞弹先赶快丢到水里哦。我是不知道这个实际的效益是怎么样，但对台湾民众来讲，确实是哦。我今天早上也去吃米粉汤啊，然后股市你看也不受影响等等。那对老共来讲，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老共最近内部有很多问题，不管是经济的问题，最近什么博物馆被盗卖等等的这些问题传出来，或者是贪腐的问题，或者是解放军的上将哦，有9名才刚被换掉。那这一次这个东部战区刚换上来，这个叫杨志斌哦，新官上任3把火，好难念。他刚上任马上就发动这样子的一个全台军演，那到底目的是什么呢？今天这个共军的说法是说啊，是因为勾结外国势力，然后美国对台军售史上最大111亿美元，那所以剑指的就是美国啦，剑指的就是说，哎，谁叫你要卖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现在很不爽，很生气。那所以，如果是剑指美国的话，那你看看川普什么态度嘛？川普说事前习近平没有跟我讲，我现在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会发生什么，习近平一定会跟我讲，我一定会知道。所以呢，他就告诉大家说，不用担心啦，没什么事啦。这就是川普事先所掌握的，他认为说就是一次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发泄一下情绪啦，就是说，这个习近平需要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演练，至少在内部对这些小粉红，对于这些解放军来讲，他们有一次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释放哦。你不管怎么说，就是内部需要这样的一个军演。但是问题是外界怎么看哦？如果你说勾结外国势力，我就想到黎智英到现在还被关起来。理由也是勾结外国势力，勾结外国势力这个帽子扣得很大。什么叫做勾结外国势力？黎智英他为了香港自由人权，他回到香港去救他最爱的祖国，结果你说他勾结外国势力，那我们台湾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跟美国、日本做盟友，他们对我们伸出友善的手，这个也叫勾结外国势力哦。我们购买这些武器，就是因为你中国不断的挑衅，然后不断的对我们做这些军演，我们要保护自己，结果这叫勾结外国势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台湾人民其实都是爱好和平的。你看这个蒋万安还去这个上海释放善意，送席盘子，对不对？代表说，你看人家希望伸出友谊的手，结果一回来，你马上就对我们这样子的军演，不给蒋万安面子，也不给国民党面子，更何况郑丽文主席，他还一心想要去见习近平，想要去这个跟你这个交好，结果你现在马上就军演。那这个郑丽文之前释放的善意不是被放在地上踩吗？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就如同沈大佬所说的，两面不是人呐。如果真的沟通能换来和平，那为什么蒋万安去没用，郑丽文释放善意没用？所以对台湾人民来讲，我们最需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保护自己，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些美国、日本的盟军，而不是说，老共一说要打，我们大家就赶快去求和，赶快退缩，这样只会让老共越得寸进尺，越嚣张。所以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利益就是大家必须要团结，不分蓝绿，好吧？我们看战车的情况。道冒出大量白烟，但这不是工厂大火，就在最前方看到的是一辆战车经过，只是这烟雾之大，像从战场出来一样，但结果却是尴尬了，这战车怎么烧起来了？只见国军弟兄赶紧拿出灭火器狂喷，让原本兴奋围观抢看战车接演的民众都傻了。烟冒很大后来他觉得他冒烟后面有车子给他逼，然后他就停下来，就看到是起火了，有吓一跳。武器小歹啊吧，应该是无用了无好，甲早阮做兵人战车到捌安尼，唔捌啦。迄个军防预算火定去经过结果各用这车歹。被质疑这还没上战场，战车已经先顾路，而被目击的地点就在高雄湖内中山路2段。陆军8军团指挥部的564旅，因应中共解放军的环台实弹军演，前往战术位置途中，一辆 CM11战车疑似引擎故障冒烟，现场人员紧急灭火抢修，而国军也给出回应。564旅一辆 CM11战车在今天上午执行任务期间，疑似因引擎故障产生白烟，
目前已由保修小组进行检测及状况排除。战车经过检修，陆路危机暂时解除。而在屏东猫鼻头附近，只有民众拍下有地对空的飞弹部署。面对中共解放军频频军演威吓，国军也将加强实战化的训练，针对部队移防各种突发，也是演练的一部分，将考验官兵应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我看。其实这个演习从裴洛西事件之后啊，已经1年、2年、3年，我想台湾的民众大家其实并没有真的很害怕。可是我倒觉得，如果大家都不害怕，这件事情反而要注意。狼来了1次、2次、3次，那该怎么办？刚刚前面有谈到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我还写下来，他说习近平没跟我说要军演。那这没什么，因为早就20年都这样了，还有规模更大的。然后呢，我不相信他会真的攻台湾。第二点，我觉得可能要大家再讨论一下。这真的是以往有比这个规模更大的吗？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一次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哈，我在看这个对岸的军事演训的时候，你分我也写出来讲，军训就是一般的训练是最平常的 level 1。可如果变成是军演的时候，它要对外，它的规模会更大。那如果是围台军演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讲威胁又更大。如果是围台实弹军演的时候，那是最高层级，现在就是嘛。第二个，越过海峡中线早就已经越过了啦。那现在再来就是说，临近这个所谓的24海里临界区跟12海里的这个我们的领空领海，观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因为这是对岸环球时报自己的解读，不是我的解读啦。他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正义之盾？他说盾的前面还是这个尖尖的，它往下一插，要阻断所有有没有？它这边其实有一些有没有？就是说美国要运这些这个海马斯火箭炮什么来，他把它挡回去啦。我这个盾一下来后把它挡回去，他是在抗议美国的这个军售。那第二个，你要知道，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军演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提到的这个区域，我刚刚所说的这一次的这个最近离鹅銮鼻只有9海里，所以不是24海里临界区，是已经到我们的领海了，所以它当然是步步紧逼啊，更加的危险啊。那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了，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所谓对岸讲说，你要搞台独，我们现在有启动所谓修宪台湾也没有。但是他对于美国的军售，可能也对于高市早苗首相的谈话也不满。那对于民进党政府赖清德上来就一直都是这样嘛，3合1加起来就进行这样的军演。那如果真的被封锁，因为这里是类封锁了，已经是围台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绿色的通道？我们的 LNG 船来，我们的西岸所有的火力发电都是靠那个船。现在目前看起来，它的封锁时间这样看起来2天嘛。那如果是1个月呢？那美方跟日方会不会有动作？现在目前不知道。所谓会不会有个绿色通道？那还有刚刚回过头来这一点，就是台湾的民众应该已经比较麻木了，所以昨天股市还涨嘛，今天是跌啦，但也就跌100点，对不对？所以台湾民众并没有恐慌啦，坦白讲是这样啦。可是如果有时候他由演转训，或者是由训转战，不是演习直接训练就变成战争的时候，那我们来不及。我觉得这点才是我们应该后续要看的，就不是说久了以后狼来了不怕了有一天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点比较严重。赖清德刚刚跟国防部在视讯了就大家沉着其实大家蛮沉着的。我是觉得，就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了。他现在我相信今天是不会怎么样的，下次演习可能也不会怎么样。可他这样训练演来演去久了以后，他就很熟练了嘛。这难道是好事？对台湾怎么会是好事呢？你自己想想看，他在围你围成习惯，这该怎么围，该打哪里，他都很清楚了。到时候一声动员，一声令下，就可以来围你了，这很麻烦的。休息再回来。赖清德刚刚讲视讯国防部国防部5点半开记者会那另外呢，解放军很快他是只要完了就开始秀影片，很快50秒影片，然后说呢，这么近，那么美，讲台湾啦，离他们那么近，那么美，随时到台北，还有押韵的另外说加个油就去台北啦所以呢，战机就飞进了台湾的领空那另外呢，说老共的无人机俯瞰台北101，战机呢可以眺望中央山脉，也就是很近了那另外呢，国防部说乱讲，这是认知作战，我们没有看到有大型的无人机来进入我们的24海里里面，所以国人不要受操弄那另外呢，这个说 AI 判定这是电脑合成的无人机有没有？然后101有没有？说是电脑合成的典型的认知作战让你觉得他们无所不在，无所不来，无所不能
那另外呢，解放军锁定101，说这是打心理战，这是不是将来无人机的新常态？那无人机反正没人嘛啊。那另外呢，说这是灰色地带，也考虑我们的政治判断。那另外呢，大陆因为宣布在台湾海峡军演，影响到941这个航班，10万个旅客，民航局说粗暴挑衅哦，干嘛影响了我们的民航呢？哦，那呢，总统泰说，你看老共在这个演习。我们在跟工商界讨论均衡，讨论的均衡，结果呢，这对中国是很大的讽刺啊。那另外呢，总统他也说，再赶快审总预算吧，老公都围来了还不审总预算，哦，特别是1.25兆的军购特别预算、韧性预算，赶快审啦啊。那另外呢，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说，台湾应该放下党派的分歧，全力挺国防，没有时间浪费了啊。那200亿美金的货先给我们了。那另外呢，凤翔专案第一架 F-16 Block 70啊，然后这个战机呢，做在美国试飞成功了，所以现在在线上有10架正在组装啊，本来今年应该都交货了啊，但是呢，说明年可能可以交货啊，所以呢，这个第一架 F-16V 的 BLK 70战机试飞成功啊，我们看到啊，试飞成功啊，我们将军穿的衣服都是。对不对 ？F-16V 的啊，就是这个啊，还没来，飞机没来，制服先做好。那另外呢，说这个国民党说赖清德，你来做国情报告，给我们询问，你回答，到底你国防要怎么做，我们就可以审查了哦，否则的话呢，不审查哦。那民众党反对，直接放行，所以呢，坚持总统到立法院先做国情报告。我们看一下。一架客机从101上头飞过解放军东部战区，公布监控画面，声称对台湾北部空域完全掌握。就大陆网友表示 ，TB001 无人机拍摄台北101诸位下部的海水和河流的入海口，推算距离台北101只有37.5公里，距离河口只有12.5公里，无人机已经包括整个台北。俯瞰整个台北盆地，大陆官媒声称这是透过无人机监侦，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就有军事迷发现这视角怎么跟碧山岩上面的4K 即时影像非常相似，我们现在就来比对一下。同样的角度，市区林立的高楼大厦看起来真的有像，只差在基隆河没有照片这么清晰。这个入侵我们的这个领海领空，然后从这样子来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是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不应该排除啊是从所谓的这个岛内里面，提供资讯，危险性也不可小觑。让一般民众产生恐惧，演习心理战，双方高来高去。国防部也公布了 F-16V 战机透过狙击手先进标定夹舱监控画面，锁定的是解放军空警500与歼16战机，意在告诉对方看得到你，代表我打得到你。但同一时间，解放军公布的演习画面里也特别提到，台湾向美国采购的这项先进武器。报告指挥员，收到海马斯目视信息。1炮3炮注意。接收目标信息，立即射击。在海马斯的确是目前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所以他才会特别点名出来，点出美国对台军售一场军演，解放军要达到多重作用。好，那么这个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也有人说了，它是降低，不是由中央宣布，是东部战区，表示是这个地方战区啊。下午3点半发布消息。说呢，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岛以东的海面组织2栖攻击舰编队、驱护舰编队、无人机等兵力呢，那展开立体投送精兵破坏夺港夺控要港，换句话叫夺你的港。他在3点半宣布，他要接下来的演习就是夺港啊，把你基隆港啊、什么高雄给你夺下来啊，花莲港等等啊。来，将军怎么看？针对刚才的这个议题，我简单讲，他这次演习真正秀的是。我有能力了，打不打是一件事，我有能力了，也符合美国最新的，美国战争部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里面说的2027是具备夺取台湾而且打胜仗的能力。那我们赖清德也讲过，2027年会把台湾拿下来，不改了，是准备把台湾拿下来。那我现在讲。科普的让所有的朋友都听得懂，而且有兴趣的朋友，照我的逻辑，请你回去自己算数。大国竞争只有4个因素最重要，一个叫意图，一个叫能力，一个叫数量，一个叫质量。美国
没有意图跟中共打仗，美国有能力跟他打。如果你要打，美国的数量不少，质量也不差。中国大陆没有意图跟老美打仗，具备有能力，会不会赢不知道。数量比美国多，质量打平手好了。再讲两岸，我们有没有意图跟老共打仗？千万不能有。有没有能力？不具备。数量比不过，质量差很远。中共有没有意图要武统台湾？有。会不会打？不一定。他希望两岸合统，他的能力够不够？够。他的数量超过我们很多，他的质量绝对赢过我们。各位朋友们，有兴趣的就这4个能量做几张图表，只做两岸就好了。那我们既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一味的去追求战争吗？我们当然要备战了，我们绝不随便让人家欺负我们的。这是中华民国我们国军国民的个性啊，我们应该有这个气魄。但是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自战。国家领导人，你要想的是2300万人的未来。如果有机会，为什么不把我们郑丽文主席讲得很好，废除台独党纲，把那个核能神主牌拿掉，大概两岸和平就有曙光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我其实对预算这件事情特别的有兴趣啊。当然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演训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我想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乌克兰一直到俄罗斯动手的前一天都不相信俄罗斯会由训转战，他们都不相信。结果呢，当2月23号他们不相信俄罗斯会动手，2月24号俄罗斯动手了。那你说美国在不在乎？美国的前国安顾问苏利文，他前一阵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初让裴洛西来台湾是他们犯的最重要的战略错误，因为从裴洛西来台湾之后就有了环岛演习，所以我们以为拥有的美国支持，以为拥有的日本支持，他们检讨一下之后发现他们自己错了。但是中国大陆的军事演习已经近在我们眼前了，但是演习之后就等于说我们要编大量的预算吗？这点才是我们现在要去仔细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不反对我们固本，把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给稳固住，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是台湾是一个资源很少的地方，我们其实我们是很小的岛，我们的人口数很少，就算我们经济再强，但我们的经济体量是小的，所以我们的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的资源投入在错误的地方，去让别人贪污发大财的话，我们反而虚值了我们的资源，到最后让我们的国力变得更弱。今天我们的国防预算的问题就出在这边。好，美国说要卖我们111亿美元的这个军备的这些相关的武器，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预算是1.25兆美国要卖来的也不过就是3000多亿啊！你扣掉了3500亿，我请问你，那9000亿要花到哪里？你告诉我，那9000亿多亿要发到哪里去？你告诉我啊！那总要让大家知道吧。你不能说你编了大笔的预算，好，当初没有监督的情况之下，通过了500亿海鲲号的预算，请问一下，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安全了吗？我们得到了一个浮在海上都微微颠颠的，然后到现在没办法证明它能够潜下去，然后潜下去更不知道它能不能再上浮起来。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海鲲号，500亿砸下去。如果今天不是蓝白在国会多数的话，我告诉你，后面的2800亿就编下去了。我们得到安全了吗？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什么？就是让军火商可以到海外去买枪弹。我跟你讲到这件事情，我其实是非常火大，因为我其实对于兵工体系是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205厂当初在高雄，这个柯志恩非常熟悉前镇这一带，那么非常接近小港的这一带，我那时候都去过的。然后呢，他现在转到了这个大树。我要告诉各位，我们205厂所生产的枪弹品质是非常好的，因为品质太好，美国禁止我们外销。我这边可以公开讲，因为品质太好，美国禁止我们外销。可是美国叙利亚打仗的时候，然后需要武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需要武器、需要枪弹，就来跟台湾采购。
你知道2008年陈水扁那个时候，不管是吴乃仁或者是邱毅人，他们要成立的达正公司，目标是什么？就是希望让那一批枪弹可以借由达正公司外销到一些我们在外交上面不允许卖的国家。我告诉你，在过去这段期间，不止一位立法委员打这一笔算盘，就是我们的枪弹品质太好，全世界有很多国家要，所以呢，我们可以外销给很多国家，我们的品质是好的。我们有品质好的枪弹生产基地，然后呢，自动化也已经完全完成，迁厂之后的产能扩充也已经完成了。其实它每一年都处于产能过剩的一个状况。我请问各位，为什么要编15亿的经费，然后到海外去采购呢？如果我们今天稀里糊涂的，没有任何的监督，然后不能质询，不能问，一问就给你扣帽子，我们到最后会虚值数百亿、数千亿的这个资金，到最后我们没办法换来安全，我们换来的不只是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只是换来了肥了一群人的荷包，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因为这边有演习，然后那一边就说我们赶快通过预算，这是在骗我们的，因为这世界上永远会有人要发国难财。休息一下再回来。